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场引发热议的戏剧性交锋。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的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让北京方面震怒不已。习近平急疯了似地连环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川普，苦苦要求对方重新确认一中原则。然而川普的一句轻描淡写的回应，竟让习近平瞬间破防，引发全网热议与揣测。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夹在台湾问题上的大国角力又正朝哪个方向发展？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起事件的前因后果。事情的起点要从日本方面的一次表态说起。2025年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明确表示，台湾若发生紧急事态，日本将视为自身存亡危机事态，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其实早在2021年，时任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也曾表示过类似观点，称台湾有事可能使日本陷入存亡危机事态，当时引发中国强烈抗议。不过彼时日本政府对此说法态度保留，并未上升为正式政策。如今由首相亲口明确阐述，分量和震撼远非以往可比。这番话等于公开承认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本准备在必要时军事介入台海冲突。要知道，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日本内部对协防台湾有所讨论，但很少有现任首相如此直接而强硬地阐明立场。高市早苗本身就是以对华强硬著称的政治人物，他的言论无疑踩到了北京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对北京而言，高市早苗的表态仿佛打破了一项长久以来的禁忌。中国政府一向视台湾问题为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严禁外国插手，尤其是日本，二战时的老对手，在北京的叙事中更没有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资格。如今日本最高领导人公开宣誓有意介入台海，这在北京眼中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更何况高市明言援引的是日本新的安保政策，存亡危机事态下可以出兵协防盟友，这反映出日本自2022年以来推动的防卫转型已经进入新阶段。自从2022年美国众议长裴洛西访台，引发北京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包围后，日本对中共军事威胁的警惕大幅提升，不但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也修改防卫战略，强调应对台湾有事的必要性。高市早苗此次发言可看作是日本新政府对这一战略转型的正式宣示。北京方面立刻展现出极度愤怒的姿态，中国外交部和官媒连日来对日本展开猛烈抨击，措辞强硬地谴责高市早苗玩火自焚，开历史倒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义多次在例行记者会上严厉表态，指责高市早苗的相关言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背中日之间的重要政治共识，并暗示日本此举已导致原定近期举行的中日高层对话陷入停顿。毛宁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警告日方切莫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否则只会引火烧身。中国驻日大使馆也迅速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声称日本此举严重违反战后国际秩序。所谓战后国际秩序，在北京的定义中，其中一项就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确立的格局，台湾在二战后归还中国。如今日本领导人谈及保卫台湾，被北京解读为不尊重二战成果，试图颠覆战后秩序的信号。于是北京开始升高各方面的施压手段，企图惩罚并威慑日本。首先是在舆论场域，中共官媒展开铺天盖地的反击，央视、新华社等喉舌媒体不但重提日本军国主义的旧账，强调中国是二战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的历史事实，还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暗示日本今日的言行是在复活军国主义幽灵。不少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叫嚣着要以牙还牙，甚至号召抵制日本商品，抵制赴日旅游。但这类极端声音并未得到中国官方的公开鼓励，北京对民间情绪仍保持一定克制，显然不愿煽起完全不可控的群众对日愤怒，以免引火烧身。一时间，中国互联网充斥着批判高市早苗和日本政府的文章与视频，反日情绪被炒得沸沸扬扬。与此同时，北京还动员邦交对日本施压，利用自己有限的外交盟友圈，寻求其他国家声援中国立场。像是朝鲜、俄罗斯等与中国交好的邻国，
很快就表态支持北京，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甚至就连远在中东和非洲的一些中国友邦，也跟着在联合国等场合重申对一中原则的支持，间接对日本施加压力。北京试图营造出一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氛围，仿佛在台湾问题上是日本在挑战国际共识，而中国在捍卫二战以来的正当秩序。除了外交口水战，中共还挥舞经济与军事的大棒来回应。高市早苗发言后不久，中国商务部就传出考虑限制对日本出口战略性矿产和材料的消息。事实上，这并非北京首次将稀土作为对日施压的筹码。早在2010年，由于中日围绕钓鱼台主权问题发生摩擦，北京曾一度暂停向日本出口稀土，导致日本高科技产业一度陷入原料短缺恐慌。虽然随后中国恢复了供应，但日本从那时起加速推进稀土来源多元化，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经过10余年的布局，东京已部分摆脱了当年被中国卡脖子的窘境。因此这回北京再度挥舞稀土大棒，心理预期效果恐怕难复当年。如果中国真的削减或中断对日稀土供应，将直接冲击日本的先进制造业。这一动作被视为中国在经济领域对日本发出的明确信号，若敢踩我红线，我就让你付出代价。尽管截至目前，中方尚未正式宣布此类制裁，但风声已经放出，明显意图警告日本不要轻举妄动。同时间，解放军也没有闲着。就在高市发言引发风波的2周内，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和北部战区分别在台海和东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中国军机加大了绕台巡航的频率，多批次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营造一种随时准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势。此外，中国还在东海钓鱼台日本称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出动军舰和海警船巡弋，以半武装方式对日本进行示威。更引人注意的是，北京在外交宣传上高调声称这些军演是针对域外势力干涉的必要行动，明指暗指的正是日本和美国，仿佛中共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东京，台海之事轮不到你们插手，如果胆敢介入，小心解放军的炮火不长眼。甚至有解放军鹰派人士扬言，如果日本军事介入台海冲突，中国不排除对日动用核武器，使之再次遭受无条件投降的惩罚。虽然这类极端言论未经中国官方证实，但仍充分体现了一部分中方强硬派对日本介入的零容忍态度。这种文攻武吓的组合拳，让本就剑拔弩张的东亚局势更加紧绷。北京在国际舞台上也做出了罕见的举动，直接将中日争端搬上了联合国。11月中旬，中国政府透过外交渠道致函联合国秘书长，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日本言论上的立场。这封信中，北京重申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指责日本领导人的相关言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二战后国际文件。北京所提及的这些文件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制定的，确实提到了日本需将台湾等侵略占领的领土归还中国，但是他们并未明确界定战后台湾的法律地位。中华民国政府在战后接管台湾，但两岸随即陷入内战，最终形成海峡两岸分治的局面。北京坚称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秩序一环，而台湾方面则认为战后秩序保障的是台湾人民自决的权利。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此保持战略模糊，因此北京将高市言论上纲到破坏战后秩序，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绑架二战的正义成果，来服务自身统一台湾的政治目的。在外交辞令之外，北京此举更大的用意在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绝不退让，并试图将自身姿态与维护二战胜利果实联系起来，以赢取道德高地。把联合国秘书长拉进来表态，显示出北京对此事的重视程度，甚至有些急切。然而中国的这封告状信最终只是存档留念，并未换来联合国的任何实质响应。毕竟联合国秘书长并非裁判官，各国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也非一纸书信可以扭转。总的来说，在高市早苗抛出台湾有事论调后的2周里，中国可谓从舆论、外交、经济、军事多管齐下，
对日本进行了密集的反制和威慑。北京摆出一副不惜撕破脸的态势，似乎想要以雷霆手段让东京知难而退。然而情势的发展并未如中共所愿，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因为中国的叫嚣而收回高市的言论，反而多次强调日本立场并未改变。日本官房长官和防卫大臣接连表态，支持首相对于台海安全的说法，表示日本有权确保自身存亡利益不受威胁。事实上，近年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内对中国的警戒心理空前高涨。某些民调中，对中国持负面印象的日本民众比例高达90%以上，多数人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防卫力量。有如此民意基础，高市早苗等政要才能大胆表态而无后顾之忧。中国或许低估了日本社会观感的巨大转变。可以看出，日本朝野在此问题上趋于强硬一致，并未被中国的恫吓吓倒。对此，北京虽然恼怒，却一时毫无办法。继续升高军事对抗，只会引发更大风险。而若就此作罢，又颜面扫地，习近平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内心的焦躁可想而知。此时此刻，习近平在国内也面临着鹰派和鸽派观点的拉扯。一方面，军方强硬派和激进民族主义者可能要求对日本采取更严厉的报复措施，以捍卫国家尊严，甚至不排除军事冲突的选项。但另一方面，务实派官员和经济界人士则担忧于美日关系破裂将重创中国发展前景，希望领导层保持克制。夹在两股压力之间，习近平既不愿被视为软弱，又不得不考虑现实后果。他需要找到一条既能宣示强硬又避免战争的微妙道路。此次主动给川普打电话，正反映出他在巨大压力下寻求外部缓和的心态。通话的结果虽称不上满意，但至少为北京暂时稳住了局势。在习近平看来，这或许已是当下权衡各方后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场中日风波正酣之际，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于南韩釜山举行，成为另一个微妙的舞台。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皆亲自出席，本次峰会也被视为观察中美日三国互动的窗口。新官上任的高市早苗同样参加了釜山峰会，这是他上台以来首次在国际多边场合亮相。据媒体报道，高市早苗在峰会期间积极发言，不仅就全球经济、气候变化等议题表达日本立场，更罕见地在公开场合提及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呼吁各国重视台湾安全。他的强硬立场和干练作风颇受与会国家关注，甚至有人称高市是此次峰会的明星之一。反观中方代表，由于习近平本人出席主要场次，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存在感相对有限。有日本媒体捕捉到一个细节，在峰会合影和非正式交流时，李强刻意回避与高市早苗的眼神接触，显得有些拘谨。相较之下，高市举止大方而自信。这一幕被解读为当前中日在气势上的此消彼长，中国高官面对日本强硬派领袖竟露出避让之态，与过去中方咄咄逼人的形象形成对比。当然，这只是个小插曲，但它从侧面反映出如今日本在国际场域得到的支持和关注度正在上升，而中国因自身强硬而招致的疑虑也在增加。另外，釜山峰会上，习近平和川普还进行了双边会谈，那是在10月下旬，双方当时达成了许多缓和贸易战的共识，被外界视为中美关系阶段性解冻的一个里程碑。习近平或许以为在釜山建立的个人融洽关系能为接下来的外交难题提供助力，但很快高市早苗的发言和中日摩擦就冲淡了釜山所积累的善意。中美元首此次电话实际上正是在釜山会谈之后不到1个月就紧急再度联络，可见事情的严重性已让北京无法等待正常外交节奏。习近平需要尽早从川普口中得到明确的态度，以判断中日对抗是否会引来美方插手。釜山的蜜月期犹在眼前，但形势急转直下，外交的现实令北京不得不绷紧神经。更糟糕的是，就在与日本僵持不下之时，北京又遭遇了一波来自国际社会的公开谴责。11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负责人权、社会、文化事务上
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联合发表声明，对中国境内持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表达深切关切。声明点明，中国政府长期任意拘押异见人士，强迫劳动，大规模监控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并镇压香港的自由和法治。这份由西方民主国家领衔的联合声明，无疑是在国际场合当众给北京难堪。尽管中国很快联合了俄罗斯、朝鲜、伊朗等80多国发表反声明，宣称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强调新疆、香港、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与中国站在一起的几乎都是集权独裁国家，这反而凸显北京在国际道义上的孤立无援。在中日争端尚未平息之际，又遭15国集体鞭笞人权议题，对习近平政权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时此刻，北京决策层恐怕更感到迫切，需要美国在某些方面给自己松口气，至少不要在火上浇油。在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习近平终于拨通了求助美国的热线电话。试想，当习近平拿起电话向他一向口中的帝国主义头子寻求支持时，他的心情会是何等复杂。这位自视甚高的中共领导人不得不放下身段说明情况，希望美方理解，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屈辱与无奈。但现实利益当前，就算再不情愿，他也只能选择这条路。2025年11月24日晚，习近平主动致电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一次引人瞩目的元首对话。为何说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呢？根据事后多家媒体的分析，这通电话的时机和动机显然是由中方来主导。自从上月二人在南韩釜山举行峰会会晤以来，双方本无迫切需求在短时间内再次通话。然而日本与中国因台湾有事问题剑拔弩张，使得北京感到必须尽快拉拢美国，避免局势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换言之，习近平希望透过与川普直接沟通，来给中日之间的紧张踩一脚刹车，争取一个下台阶。正如台湾学者王坤义所言，北京与其跟东京僵持，不如直接找华盛顿沟通。只要美国愿意在关键时刻对盟友日本说一句劝阻的话，北京就觉得自己占到了上风。基于这样的盘算，习近平选择了拿起电话寻求川普的支持。这通川习热线对谈的内容很快由中美双方各自公布。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两国发布的消息稿出现了细微但关键的差别。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的通稿，习近平在电话中阐明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台湾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告诉川普，中美曾经并肩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如今更应该共同维护好二战胜利成果。他还表示，自从上个月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证明两国合作才能双赢，对抗则俱伤的道理。习近平希望双方保持这一良好势头，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多合作少摩擦，推动更多积极进展。可以说，习近平一开场就既重申了中国对台湾主权的坚持，又试图拉拢川普重温中美当年作为二战战友的情谊，表达中国愿意与美国合作改善关系的善意。那么川普是如何回应的呢？根据新华社的说法，川普首先赞美了中国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表示中国当年为二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接着，川普紧接着一句话点到了眼前最敏感的议题，他表示美国理解台湾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川普也奉上了一些对习近平的恭维话，比如称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回忆他与习主席在釜山会晤时相处愉快，并且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川普说，双方正在全面落实釜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整体来看，中方发布的通稿中，川普的回应显得对习近平相当给面子，不仅肯定了中国的历史贡献，理解了中国的核心关切，甚至还大大称赞了习近平一番。这让不少中国国内的媒体兴奋地解读为，就连美国总统都理解中国的立场，还称赞习主席外交成果丰硕。中国官媒大肆宣传川普口中伟大的领导人这一称呼，仿佛印证了习近平在国际上的高瞻远瞩与受尊重。
然而，美国方面对这次通话的表述却是另一种画风。根据美国白宫官员向媒体提供的资讯，川普与习近平确实通了电话，并谈到了中美关系、俄乌战争以及台湾等议题，但美方并未透露更多细节。白宫新闻秘书对记者表示，这通电话持续了1个小时。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报道指出，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中美贸易、俄乌冲突以及台湾地区等相关议题，但白宫方面对台湾问题避而不谈。稍后，川普本人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称此次通话非常好，并透露双方还谈及扩大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打击非法芬太尼走私等议题。他甚至宣布将于2026年4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夸赞情况只会越来越好，美中关系非常牢固。川普显然希望向外界展现他有能力与中国维持良好合作，以促进美国经济和自身政治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川普的公开描述中，台湾议题只字未提，或许他刻意淡化敏感点，以免破坏与北京互动的气氛。换句话说，在美国公布的资讯中，找不到川普重申任何一个中国政策的字眼，更没有提到理解台湾属于中国或不支持日本之类的表态。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双方都重申了希望维持中美关系稳定，以及在经贸和地缘冲突问题上保持沟通。美国媒体更关注的是川普可能将于明年4月访问中国的消息，以及中美在贸易战谈判上临时休兵的后续影响。至于台湾议题，在美方的说辞里似乎被刻意淡化了。由此可见，中美双方对同一场通话的叙述各有侧重。北京急于向外界展示川普承认了一中原则，而华盛顿则避免给出任何这样的印象。这种反差立刻引起了各方解读，成为舆论焦点。可以说，真正耐人寻味的就是川普的那句理解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短短16个字，既没有明说支持，也没有明说反对，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礼貌而模糊的回应。对习近平而言，这恐怕并非他所期望听到的明确承诺。北京方面原本希望川普能在电话中重申美国对一中原则的坚持，甚至直接反对日本的涉台言论。毕竟，美国自1979年与中国建交以来，一直在官方层面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按照美国的一中政策，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也不与台湾有官方外交关系。但美国仅仅认知中国对台主权的主张，从未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此外，美国还通过《台湾关系法》实行所谓战略模糊，不明确表态在台海战争时是否出兵协防台湾。换言之，历届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都小心拿捏平衡，一方面遵守与北京的建交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另一方面也保持与台湾实质往来，防止台湾被武力侵吞。北京当然深知这种外交语言艺术，但仍然反复要求华盛顿恪守承诺，不要搞台湾小动作。习近平此次火急火燎打给川普，无非是想让美国人再度明确表态，会约束日本，不挑战中国的一中底线。然而川普只回应了一个理解，就微妙地避开了北京的诉求焦点。这句话看似给了中国一个面子，表示理解你关心台湾问题，但实际上并未承诺任何实质内容。一些国际关系观察家用碰了软钉子来形容习近平此次的遭遇。所谓软钉子，就是对方表面客客气气，实则拒绝了你的要求。川普的理解二字听起来很友好，却没有答应帮忙施压日本或改变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这样模棱两可的答案无疑令习近平心中一沉。对北京强烈要求的承认一中，美方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轻轻带过。习近平大费周章打这通电话，结果没捞到实质好处，自然难掩失望。这次看似友好的通话，实则给了习近平当头一棒。那么接下来北京会改变策略吗？习近平会因川普的暧昧态度而心生怒火，加倍强硬地对日本展开报复，还是会暂时隐忍，等待下一个机会从其他途径施压？这些都成为外界揣测的焦点。可以确定的是，经此一役，北京势必要重新审视自身的外交策略。其实稍加回顾即可发现，美国总统川普的这种暧昧态度并不意外。川普历来以谈判风格多变著称，他善于留有余地，不轻易在敏感问题上提前锁死自己的立场。更重要的是，
川普对北京的信任度有限，他不可能在日本问题上轻易对习近平让步。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美日安保同盟更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石。如果川普在电话中对习近平明确表示，我们不支持日本协防台湾，那等于动摇了美日同盟的根本，美国在亚洲的可靠性都会受到质疑。相反地，川普用理解这种话，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既维持了美中之间沟通的和气，又不损害美日同盟的战略默契。这种两边讨好的方式可谓深谙外交辞令的精妙，更何况现在的川普也并非初入国际政治的新手，他在2016年当选总统后不久，曾试图用台湾议题作为谈判筹码向北京施压。那一次，川普接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恭贺电话，成为自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第一位直接同台湾领导人通话的美国总统。此举震惊了中美两国，也让北京十分紧张。随后，面对习近平的强烈不满，川普一度放风称，除非中国在贸易等领域让步，否则美国未必会继续坚持一中政策。直到2017年2月，在习近平迟迟不与其通话的压力下，川普才突然态度大转变，公开承诺美国将信守一中政策，这才换得了习近平正式接电话与他破冰对话。可以说，川普对承认一中这件事一点都不陌生，甚至可以算是玩出过火。但正因为有那段经历，川普更加明白其中的厉害。对他而言，当年是北京凭借外交孤立的策略逼他低头，而时至今日，主动权似乎重新回到了美国这一边。如今轮到习近平急于通话，川普自然不会毫无所求就满足对方的诉求，即便基于礼节要给北京点面子，他也会留出回旋空间，不把话说满。这次电话里的关键词理解，正是川普式模糊策略的体现。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内对于中国的整体态度近年来趋于强硬统一。无论川普所在的共和党还是在野的民主党，在遏制中国扩张、维护印太盟友安全上立场高度一致。特别是台海问题，美国朝野都认定必须防止中共以武力改变现状。川普本人虽然强调美国优先，但在对华政策上并没有背离整体强硬的大方向。他非常清楚，一旦在台湾或日本问题上向北京示弱，马上会在国内遭到猛烈批评，政治上得不偿失。因此，尽管他与习近平在私交场合可以称兄道弟，在涉及国家利益时依然会坚持基本原则。此次通话中，他选择用礼貌但模糊的措辞来应对，就是希望维持美中表面和气，同时不伤害美国的盟友承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同盟义务终究不是一通私人情谊电话所能撼动的。这场跨洋对话很快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在中国国内，由于新华社方面渲染了川普对习近平的种种称赞与理解，不少不明就里的网民一时误以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软化了立场，甚至有人吹捧这是习近平外交的又一次胜利。然而稍具常识的观察者很快发现，美方并未真正改变任何政策。于是在墙内舆论场上，与这通电话相关的讨论逐渐被降温，官媒也不再过度提及川普的理解说，毕竟中国政府并没有从美国那儿拿到实质的让步，如果国内宣传过度渲染，反而容易让民众期待落空，引发质疑。相比之下，在国际和台湾的媒体上，这通电话更被解读为北京的求助信号。台湾的战略专家王坤义就分析指出，从新华社通稿来看，川普仅仅确认了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并没有明确表态美国是否支持日本的相关言论。换言之，美国保持了战略模糊，既未答应北京压制日本的要求，也未承诺放弃协防台湾。对日本来说，川普的模棱两可意味着华盛顿并未被北京说动，东京无需因此改变策略。甚至有分析猜测，川普可能私下安抚了日本，毕竟美日之间有着紧密的情报和战略沟通渠道，美国不太可能因为中国的一通电话就改弦易辙。也有舆论戏称，习近平在电话里着急地希望川普能挺他一把，但川普只回了一句我知道了，就再无下文。这种将川普理解二字解读为敷衍的说法，在华人世界的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台湾来说，
此次事件带来了警惕与希望并存的讯号。一方面，日本公开表态愿意协防台湾，无疑令台湾民众深受鼓舞。台湾政府对高市早苗的言论表示欢迎，强调台日之间有着共同的民主价值与安全利益，未来双方将深化安全对话与合作。华盛顿对东京的坚定支持也让台湾看到了盟友齐心的态势，一旦台海发生危机，日本和美国极可能携手应对，这些都提高了台湾抵御威胁的信心。然而另一方面，台湾也明白自己处于风暴的中心，北京的强烈反应和中美角力都围绕着台湾展开，稍有不慎，台湾恐成为大国角力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台湾在欣慰于盟友支持的同时，仍需小心翼翼，避免成为激怒北京的导火索。总体而言，此次中美日在台海问题上的过招，更凸显出台湾问题的国际化和复杂性。台湾自身更需未雨绸缪，强化防卫并寻求国际支持，以在风云变幻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场博弈中，除了美日中台四方外，其他主要国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近年来，欧洲对印太安全的关切明显上升，北约已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并计划在日本设立代表处，以加强与亚太盟友的联系。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也开始定期派遣军舰赴亚太巡航，彰显维护台海和平的决心。可以预见，若台海局势恶化，欧洲国家很可能通过外交、经济乃至军事方式来声援美日。台湾问题早已不是区域议题，而是全球民主阵营与威权阵营角力的焦点之一。未来台海局势将如何演变，仍取决于各方下一步的动作。习近平是否会吸取此次教训，谨慎处理对日关系，还是会怀恨在心，伺机反击？日本又是否会继续强化对台安全承诺，冒着刺激北京的风险走得更远？美国在两大盟友日本和台湾与维持对华接触之间能否找到微妙平衡？凡此种种都有待时间给出答案。可以确定的是，台湾问题如今早已不是两岸之间的单纯议题，而成为牵动区域乃至全球战略稳定的核心因素之一。本次习近平疾风打电话，川普一句话软钉子的戏码，只是大国博弈长篇剧中的一幕。未来我们势必还会看到更多类似的明争暗斗在台海周边上演。台海局势的未来走向仍旧充满变数，一通电话或许能暂时缓解燃眉之急，却无法真正化解各方根本的矛盾。大国博弈继续在台面上和幕后展开，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爆难以收拾的冲突。对此，我们唯有期待各方领导人都能保持理性和克制，在危机中寻求和平转机，而不要让人类再次品尝战争的苦果。毕竟，无论中美日台，谁都承受不起在这颗蔚蓝星球上打响另一场灾难性战争的代价。